为什么说中国的孝道文化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有毒的文化？为什么培养孩子的听话与乖会杀死一个孩子的自我？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期和活力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孝就是顺，听话哲学中的生死绞杀，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青春这三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孝就是顺，孝道不是孝顺，孝顺是被后人给曲解了，但孝的本意就是顺。孝字拆开来，上面是老，下面是子，字源的意思是子承老，子要承担老的意志。这个字讲的是老和子共生在一起，但除了6个月前的共生属于正常之外，以后的共生关系都是病态的共生关系。而中国文化下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病态共生的。本来母婴共同体的共生是母亲要顺着婴儿的意志，因为婴儿没有能力解决他自己的需求。而在中国式的亲子关系中，是要孩子顺着父母的意志。所以说孝道是人性的逆转。孝道的根本也就是成年人都是巨婴，必须要找人共生，还有强烈的全能自恋，希望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运转。孩子向父母磕头，这意味着孩子不能有人格尊严，而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图景，也就是强者打弱者的耳光，而弱者向强者磕头。从这个视角看，当我们把孩子孝顺父母当作是必须的道德之后，也意味着我们将关系的不平等当作了必然，它是所有不平等关系的源头。为什么父母要虐待孩子？受主观全能感的驱使，婴儿会倾向于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这是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的。你们使唤我，你们虐待我，在这个家我没有隐私也没有自由，请问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2012年7月13岁的青岛女孩孙正文自杀前写了上面的这份遗书，质问她亲爱的父母。这份遗书有4页，3页遗书正文写给父母，1页遗嘱像是写给父母之外的他人，强调将他拥有的一切能捐献的都捐了吧，器官和组织捐给需要的人，压岁钱给山区的孩子，还有图书与课本，会有人喜欢的。这3页遗书和1页遗嘱既令人触目惊心，又透露着一份淡然与幽默。这种风格我也曾在此前4个月前自杀的女大学生走饭的微博中见过。这份淡然与幽默骨子里是无奈，是小蚊子与走饭对他们没有看清楚的命运的认输。所谓命运，对一个人而言，首先是你投生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是不是父母就是想让他死。走饭的家庭应该是那种常见的中国家庭，而孙正文的家庭则达到了残酷级别。正如他的微博中所写，你们使唤我，你们虐待我，在这个家我没有隐私也没有自由。他的遗书第1页首先写的是没有隐私也没有自由。他刚上初中才1年零1个月，被拆的信件和日记有词典那么厚了。爸妈为此搜他的房间，搜他的书包。妈妈说个人隐私是掩饰错误的手段，爸爸则说享有隐私是因为揍得轻。遗书第2页写的是被使唤，很小的时候就要给父母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稍有不对就会招致拳打脚踢。一次作业做得晚，妈妈罚他光着腿在水泥地上跪了1夜，还好心地在他膝盖下放了许多玻璃碴子。爸爸则因为丢了一个800元的小相机迁怒于他，将他打得几度昏死过去。遗书第3页写了最近的事情，因为中学老师的告诫，爸妈不再用手打女儿，而改用杂志扇用圆镜砸。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几天前的一次家长会当晚，爸爸把他往墙上抡，妈妈在一个劲儿地踹他的头。这一刻小蚊子明白了，父母就是想让他死。几天后他真的死了。他可以不死吗？当然可以。孙正文父母的虐待方式对一些人来说骇人听闻，但我从朋友、读者和来访者中听到太多这个级别的虐待，
他们都活了过来。我自己估计，假如说孙正文的父母没有资格做父母，那么中国至少有1/10的父母应该被剥夺抚养权。他们虐待孩子的手法，尽管堪称残酷，但绝对不是罕见的。可以不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离家出走，比如抗争，比如向外人求助，而最常见的是使用种种心理防御机制，例如遗忘、隔离、压抑等等。总体来说，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童年自欺欺人，假装受到的痛苦并不深，长大了有力量了之后再去面对。孙正文之所以走到自杀这一步，或许原因是他太清楚了。作为13岁的孩子，他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个问题不是真的。所以他问了一个真实很多的问题：你们究竟有没有拿我当人看？这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虐待。当然，太清楚绝不是关键原因，而关键原因许多人都看到了，是无助。无助有2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孙正文发现他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父母虐待他。父母的虐待似乎不是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而就是为了虐待而虐待。他做家务无效，他温顺无效，他考出好成绩也无效。第二层是他发现社会给不了他任何的支持，同学们早就知道他被虐待，初一的一位老师还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做干预，但这些支持不能阻断父母的残酷行为。遗书中，孙正文丝毫没有谈及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他亲人或邻居等，这都可以想象，大多数成年人都会使用雷同的语言来安慰孩子，也就是父母打你都是为了你好。大人们的脑子都被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种话弄糊涂了，所以很难警醒，除非这种打骂到了真正变态的级别。例如，一位叫燕志云的妈妈将女儿苏丽的嘴缝上，原因是她偷吃了鸡饲料。成年人的糊涂也反映到媒体和专家身上，报道和分析父母对孩子的家暴时，都习惯性地使用暴力教育、教育方法不当这一类的词语。拜托，这根本不是教育，而是赤裸裸的没有人性的虐待。既然不是教育，为什么孙正文的父母这样残酷地折磨自己的女儿，而且是唯一的女儿？不使用暴力教育这个词时，我们还很容易想到2个原因：重男轻女，不是亲生的，孩子不是亲生的，所以才虐待，这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就好像是假如孩子是亲生的，中国父母就会多么疼爱似的。实际上，绝大多数残酷虐待孩子的就是亲生父母的所作所为。不是亲生的，或许是我们小时候遭受虐待与忽视时常使用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手法吧。至于重男轻女，在孙正文的事件中并没有看到一点苗头。那么孙正文的父母为什么会虐待女儿？或者说中国无数的父母残酷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时，他们的心理是怎么回事？婴儿都渴望无情地使用妈妈。在我看来，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发明了一个术语可以解释，也就是客体使用。自体是自己，客体是别人和其他事物。客体使用也就是婴儿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的乳房、玩具或其他人和物，而不用担心该客体的反击，更不用担心这个客体会与自己断绝关系，并且这个客体会承受住婴儿的攻击而不会毁灭。他说到，受主观全能感的驱使，婴儿会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它，利用它，完全出于自己的快乐，在完全侵吞时又毁灭它。这种体验需要母亲交出自己，并能在被使用后存活。如果母亲经过婴儿的使用不能存活，如果她退缩、崩溃或者反击，婴儿一定会以自己欲望的完整体验为代价，过早在意外在性，结果婴儿害怕需要，害怕使用他的客体，并伴随着对欲望的不合理抑制。总结下来，也就是说，在妈妈这个最重要的客体那里，婴儿需要一种自由感，他可以自由地对待妈妈，而不必担心被反击，也不必担心失去妈妈。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感，婴儿才敢于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形成真正的自我。相反，假如婴儿发现这样做不行，他会被妈妈反击，或至少被妈妈讨厌，更严重的是，他会被妈妈抛弃，那么他就会恐惧自己的人性，并倾向于以妈妈的感受为中心，从而发展出假自我。
以前我的文章也多次讲过真自我与假自我，讲过婴儿对妈妈的攻击性，但总想对这一点披上一点温情的面纱。而温尼科特的说法很严重，对于一个儿童来说，要成长起来，以便能够发现他的本性的最深刻的部分，必须有人受到蔑视，甚至有时受到憎恨，而不用担心关系有彻底破灭的危险。无情地使用客体，这一点在2部电影中刻画得很深。一个是长江7号中，先是小迪的爸爸百般折磨七仔，接着是小迪，后来是小迪的同学，但不管遭遇什么样的折磨，七仔仍然忠于小迪。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新少林寺电影中，已经出家的前军阀侯杰被自己的小兄弟曹瞒背叛，并有辱妻失女之仇，但他即便在与曹瞒的生死搏斗中都救了曹瞒一命，最终令曹瞒浪子回头，成为一个好人。希望有一个人，无论我怎么对待他，他都对我不离不弃。这样的话我在太多人那里听到过。而七仔对小迪，侯杰对曹瞒，则可以说验证了这一点。结果是小迪全身心地爱上了七仔，而曹瞒的蛮性得以化解，成为一个好人。客体使用在温尼科特这里指的是婴儿对妈妈的需求。孝道表面上像是孩子的一种自我安慰，也就是父母一切都是为了我好，更深层的地方则更像是客体使用这一愿望的逆转。我们不能在自己父母身上实现这一点，就转而在孩子身上追求这种感觉，那就是我可以对你做一切，而你不会反击，更不会抛弃我。的确，孩子除了自杀、离家出走等少数办法外，是没法抛弃父母的。而因为个人力量与资源所限，加上社会道德的教导，他们也难以反击父母，所以也就可以说孝道是对人性的逆转。但这种逆转是极具破坏力的，毕竟客体使用这一点最好是婴儿对妈妈，因为婴儿的需求容易满足，而婴儿的无情因为其力量太小，杀伤力也很有限，所以他们会给大人情绪上的强烈冲击，但不会给大人造成实质的攻击和伤害，大人容易承受。然而一个成年人的无情客体使用就会变得太有杀伤力。最有杀伤力的是成年父母对自己弱小孩子的无情的客体使用。孙正文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清晰地概括出了父母对他的客体使用需求，那就是你们使唤我，你们虐待我，在这个家我没有隐私，也没有自由。既然是客体使用，自然是使唤你，攻击你，并且你要在我绝对的控制之中，否则我会担心你的反击，更会担心失去你。所以你不能有隐私与自由。使唤与攻击使得客体使用有了残酷的意味，但父母对孩子的客体使用也有看似不错的。有一次我在电视节目上做评委，大家问一个妈妈，说说你儿子的3个优点吧。这位妈妈想了想说，第一，他无条件的爱我；第二，他包容我，我怎么发脾气他都能包容；第三，他可以为我做一切。说完，台下几十个师奶激动的一起鼓掌。这是很荒诞的一幕。这位妈妈30来岁，她的儿子6、7岁，瘦瘦小小的，怎么看都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少年。然而儿子却像是自己妈妈的好妈妈。再问下去，发现这位妈妈的家庭有这样一个传统，做孩子时脾气都很好，对大人很能善解人意，做了父母脾气就变坏，为所欲为。可以说这个家族大人们都是乱发脾气、缺乏控制力的孩子，而孩子却被迫做了好父母，去承载大人们对好父母的客体使用的这种功能。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个问题不对。你们究竟有没有拿我当人看？这个问题是对的。更对的问题是，你们究竟有没有拿我当孩子看？一个受虐待的孩子，他对于父母未必就是不重要的，相反，他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仅仅因为他承载着父母的客体使用的功能，就无比重要了。至于孙正文，他的父母并不是不重视这个女儿，他们将她送到一所昂贵的中学，还为了上学方便，一家人在学校附近租房住。但孙正文父母的心理发展水平太低了，他们还停留在婴儿程度，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女儿当人看，而将女儿纯粹地当做了一个客体。通俗的说法，也就是当做了一个物体。哲学一点的说法，也就是满足自己欲望与目的的一个对象或工具。
既可以说这是基本人性，也可以说是他的父母自身心理发展水平有限，这绝对不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的问题。根据网上消息，孙正文的父亲孙云东毕业于山东大学外语系，自己还开办有一个企业咨询公司。既然不是受教育水平，那该是什么问题？从孙正文自杀后孙父的一系列表现看，他可能缺乏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孙正文于2012年7月8日自杀，11日孙云东发微博，全文是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艰难的思考。而后2篇微博问怎么办，女儿都自杀了，他还发这种文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缺乏情感，只有思考和行为。他对女儿的自杀如此的忽略，而他的微博孙正文是首个粉丝。正如所有的孩子一样，尽管被虐待成渣，孙正文还是渴望获得父亲的爱。孙云东虽然缺乏人的正常情感，但懂利害关系，他的这几条微博都被臭骂，没吭声。但3个月后，他又发了一张风景照，再次被臭骂。对此我也有愤怒，但试了一下将自己带入他的角色，感觉他内心早已崩溃，是想通过外在的我还不错的信息将自己拼装起来。觉知到这一点之后，我也只能叹息一声，这些支持孝顺的道德家，你们谁能对着孙正文说你要孝顺你爸？听话哲学中的生死绞杀，听话哲学是中国式教育的核心，并且听话哲学深入无数中国人的内心。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家长夸孩子时，听话和乖这2个词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听话哲学有不合理之处，一直被要求听话的孩子，他的精神生命正在逐渐被扼杀，也有其合理之处。若孩子不听话，很多中国式的家长就会觉得生不如死。2014年4月4日，四川广元发生悲剧，一位妈妈将16岁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从网吧中拉到附近的江边，对孩子说，你上网，我管不好你了，那我就去死。然后他跳入嘉陵江，接着爸爸赶过来踢打孩子。他是觉得孩子应该为妻子的死负责吧，可在这个时候将妈妈的死怪罪到本来就已经内疚到极点的孩子身上，是极为不应该的，这会造成孩子的不能承受之重。果然孩子也很快跳入嘉陵江，和妈妈一起被淹死。悲痛到极点的父亲也要自杀，所幸被拦住。这位妈妈为什么要自杀？会有其他原因吗？比如说太贫穷，过不下去了，夫妻感情不好，或其他更重大的理由。难道她会仅仅因为管不了孩子上网而自杀吗？看了媒体的不少报道，得知她的生活还算不错，夫妻感情尚好，并且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我的经验来看，仅仅因为孩子不听话就足以构成一些家长活不下去的理由。在新浪微博上，我点评过很多父母虐待孩子的事件，如一位妈妈在7楼上将孩子倒挂在楼外，威胁要扔下去。这种用死亡威胁孩子的事情，在我看来太极端了。可看到网友评论才知道，这种事情在中国竟然是寻常事，并且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多数就是父母觉得孩子不听话。关于这类事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我估计这辈子都忘不掉了，是刚写心理专栏不久时遇到的。那时收到一个女孩子的来信，她说她爱上了一个很好的男人，但父母誓死反对，母亲因而患上了心脏病，父亲则宣称要想结婚必须踩着他的尸体才能过去。这封信震惊到了我。我约他们一家3口聊天时发现，是母亲反对女儿的婚姻，其实父亲无所谓，女儿和这个男人结婚不结婚他都可以接受。他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要和妻子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或者说妻子可怕的情绪绑架了他，让他不得不反对女儿嫁给这个男人。这位母亲的态度无比坚定，为了不让女儿和这个糟糕男人结婚，她简直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我问她为什么要反对，她讲了很多理由。第一，我女儿长这么漂亮，那个男人不配，但公平地说，她女儿端庄，但绝对称不上很漂亮。第二，我女儿学历好，那个男人不配，的确，她女儿本科，但那个男人也是大专，并且男人收入高她女儿很多。这是具体的理由，还有抽象的理由，比如我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可女儿无比爱那个男人，而且他们彼此相爱。这样谈下去，这位母亲的理由一一呈现出来之后，一听就可以知道，
这都不是真实的理由。最后，他带着狂暴的愤怒说出了真实的理由。他说，女儿原来什么都听我的，并且向我承诺，恋爱前一定会带那个男人给我看，我答应他才会继续发展。可是他背叛了我，他竟然恋爱半年之后才让我知道。他说这番话时，那份痛苦和他的愤怒一样可怕，痛苦的级别到了生生死死的地步，而愤怒的级别也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可以说，女儿什么都听他的，对他而言是无比甜蜜的事情，而女儿竟然瞒着他谈恋爱，这件事彻底摧毁了这份甜蜜，导致了他的痛苦与愤怒。显然，这位母亲与女儿构建了病态共生的关系，女儿彻底顺妈妈的意，满足了妈妈全能自恋的需求，让母亲在这个共生关系里有了一种无所不能感，这份感觉成了她的自我核心感。而当女儿突然不听话时，她的这份无所不能感就被颠覆了，自我也破碎了，让她有了死亡感。针对这种现象，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创造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术语：自体客体。客体指的是其他人、其他事物，自体指的是自己。那么什么是自体客体？其含义也就是它是客体，但又像是我自体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养育过程是，最初婴儿需要将妈妈当成他的自体客体，觉得妈妈和他在身体心理上是一体的，都是我的。如果失去妈妈，他们就会有可怕的自我瓦解感。在这位读者的家庭中，事情则变成了妈妈将女儿当做了自己的自体客体，通俗的说法是当成了自己身体的延伸。而且既然叫自体客体，那意味着我让你怎样你就怎样，否则你成了一个异己了。这个女儿是25岁开始恋爱的，这位妈妈和她都说，在此之前他们两人亲密无间的如同一个人似的。但女儿偷偷地恋爱，撕裂了这个共生关系，女儿从此就不再是妈妈的自体客体了。所以妈妈有了自我撕裂感，于是想死或者想杀死女儿，但这些都不好。那么最好是将毁灭欲投注到那个坏男人身上，所以他转而控制女儿，用各种极端手段，不惜你死我活，就是为了恢复以前的那种他发号施令，而女儿言听计从的病态共生关系中去，好让这个共生自我重新复活。但这样一来，女儿的自我就被摧毁了，并且这件事也让女儿心寒。她终于明白，对妈妈而言，听话是最重要的，这胜过她的幸福甚至生死。所以最终是两败俱伤的。她与心爱的男人分手，让妈妈想毁灭点什么的这一意愿实现了，但此后女儿也远走高飞，以这种方式彻底脱离了与妈妈的共生关系。看似惨烈，但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结果了。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比如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媛媛，她的自杀就是因为她的自我被妈妈构建的共生关系杀死了。并且我这位读者的妈妈是很爱女儿的，而杨媛媛的妈妈，我从报道中看不到爱，而只是看到了她的无情使用。四川广元的这个家庭悲剧，直接逻辑是儿子违背妈妈意志上网，让妈妈的脆弱自我崩溃了。她的自杀并非胁迫，而反映了她真的就这么痛苦。可更深一层的逻辑是，儿子之所以违背妈妈的意志上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逃避妈妈与他共生的愿望，在网络中寻找一个自己的意志说了算的空间。病态共生的亲子关系的确常有这种意味，太听话，孩子就被杀死了；但如果不听话，父母就想死。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发明了不含敌意的坚决这个词，这个词讲的是父母如何拒绝孩子的不合理要求，也包括孩子想与父母共生的动力。其意思是父母坚决地拒绝孩子，但不要含有敌意。敌意也就是我不会说你是错的，更不会说我因此就不要了，更不会说因此我恨不得杀了你。想脱离听话哲学的中国孩子也可以用这个策略来对抗父母。我不听话并不意味着我恨你，也不意味着我不爱你，只是我是我，你是你。也就是一方面坚决地对父母的意志说不，同时又对父母传递爱意。但这个策略估计只有很成熟的大孩子才能做到吧，对10几岁的少年这要求太高。所以如果想真正地消除病态共生带来的家庭悲剧，父母必须觉醒，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青春？上面讲的事情都是很极端的案例，都要生生死死的，但听话哲学的危害要比这些故事广泛的多。比如听话哲学导致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现象，中国人普遍没有青春期，少年老成化，成人儿童化，这两者交织在一起，绞杀了中国人的青春。这是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的观点。我和很多咨询师同行探讨过这一个观点，大家都很赞同。青春期有两个关键，第一，活力，特别是性能量的绽放；第二，自我身份感的形成。青春被绞杀，阻断了这两个过程，导致我们不能让活力与情欲绽放，也不能形成个性化的自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青春期既是性能量大爆炸的时期，也是最叛逆的时期，也就是对父母的攻击性最强的时期。作为巨婴，又有孝道文化的支持，中国的父母接受不了这两者的挑战，所以要压制孩子的个性发展，并且这种压制不是在青春期才开始，而是从小就开始了。所以孩子少年老成，所谓老成，就是他自身的活力不会肆意流动了，而特别懂得并照顾其他人的情绪，于是变得像老头一样了。孩子少年老成其实是对巨婴父母的一种被迫的服从，但是当从孩子变成了父母，就得到了可以压制孩子服从的绝对资格。这时巨婴的那种为所欲为的劲头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了。而且你怎么对孩子都会被社会说成是教育，哪怕虐待甚至打死孩子都可以被说成是教育方式不当。所以所谓少年老成和成人儿童化其实都是一个权力问题，让你弱我才强。这是秦晖教授一篇文章的标题，讲战国时法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子的言论。我读的时候被吓到了。在这里加一句，我去找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行文时有一个批判法家的观点部分，秦国的强大是以百姓的软弱作为条件的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让武志红感到震撼，这么容易就被吓到了。你真是一个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估计又有人这么感慨了。但拜托，把情绪欲望都灭掉的咨询师是你的想象，而做一个情绪自然流动的人是我的目标。为什么渴望一个把情绪欲望都灭掉的咨询师？从专业术语来讲，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绝对的客体了，可以承受你的各种攻击而不还击，还可以被你利用驱使。从我喜欢的术语来讲，这是在寻找一个全能圣母，他心中只有你而没有他自己，于是就可以无限包容照顾你这个超级巨婴了。再换成中国神话的隐喻来讲，这就是在找彻底无毒的唐僧肉，小妖们吃一口就可以长生不老了。这样的角色谁爱做谁做，但别给我下这个套。中国文化就是在下这个套。我们且看看商鞅的言论：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慈父无孝子，治主无忠臣。农有余食，则伯晏于税；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廉以武，辩之以章，述之以令，卓无所处，霸无所处。任民之所善，故兼多。民贫则利，民富则淫，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正作民之所恶，民弱；正作民之所乐，民强。再看看韩非子的言论：族民何可以为治？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读书时一直同情这两个人，特别是韩非子，自然是瞎了眼。当然也怪大学之前学的文化历史知识都是被阉割过的。秦国统一六国，嬴政成为秦始皇，所仰仗的就是商鞅与韩非子这类强国弱民的思想。读完这篇文章，忍不住感慨，秦统一是中国式噩梦的重要开始。商鞅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统一了其他六国，难道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噩梦吗？在商鞅的《商君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弱民》，其中写道：正作民之所恶，民弱；正作民之所乐，民强。治理啊，但他还说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是什么鬼？这太可怕了。
但秦国就靠这个思想统一了其他6国，以后的各朝各代也是儒家为表，法家为里，一直用商鞅的这种思想治国。其实儒家为表，法家为里，不就是儒家思想叫民众主动做弱民，而统治者则沿用商鞅的这一套法家思想，这两者毫不矛盾。几乎是在同时，在微博上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妻子以死相逼迫，不与婆婆同住，男子租房藏母养9年。2007年，上门女婿刘乡里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家里，但婆媳闹得不可开交，妻子还以死相逼，不同意老人在家住。为了家庭和谐，刘乡里只好租房供养母亲，并谎称已将母亲送走。9年来，他每天打3份工，保守着秘密，赡养母亲整整9年。只看这段文字，相信无数人会感慨母亲的不容易，孝子很伟大，同时又开始怪罪这个恶媳妇。但点开新闻一看详细报道，就会发现事情真相是婆婆权力欲望太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母亲龚兴枕的观念中，自己作为长辈具有绝对的主持家政的权威，因此儿子家里的大小事她都要管。而在媳妇赵宗翠看来，婆媳平等，加上婆婆是一个外来人，不应该干涉家政。如果放在普通中国家庭，这是常见的事情了。但拜托，这是儿子倒插门的家庭啊，龚老太太还想主政。我一直反对大家庭搅合在一起，但也说过，如果实在不得已要住在一起，也是一种选择。只是老人切不可有龚老太太的这种心态，那真的会要人命，不是要自己的命，就是要别人的命。龚老太太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财产给了2儿子跟着她生活，让3儿子做了上门女婿。2儿媳妇很厉害，控制着家里的主导权。龚老太太被打压得很惨，被忽视的3儿子一心想着孝顺，在爸爸去世后把妈妈接了过来，结果一来就要理直气壮地夺取家里的大权。3儿媳妇以死相逼，龚老太太才没有得逞。然后好脾气的3儿子打3份工，偷偷给妈妈租房住。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皇宫，绝对是虐心的狗血大戏。被宠爱的孩子辜负了老人，被抛弃的孩子却孝顺忠诚。可以看出，虽然3儿媳妇有自己的个性，可还是个好人，所以不能像2儿媳妇那样直接做恶人，也就是法家所谓的强人，而把控住自家大权。于是用了自杀的方式来表决心。但我听了太多这样的故事，还是为她捏了一把冷汗。如果丈夫不在乎她的生命呢？那结果又会是如何？龚老太太主导的中国式家庭，好像就是在培养这2个类型的人，为所欲为的巨婴和全能圣母。被中国式溺爱的孩子很容易成为巨婴，为所欲为、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被严重忽视的孩子很容易成为全能圣母，失去了主体性，并总想着去拯救巨婴。当然，圣母其实也是巨婴。在做这些思考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商鞅的治国逻辑可能和龚老太太的治家逻辑是一样的。执政者要弱民，自己才强。家中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父母要弱，自己才强。受宠的孩子不容易孝顺，孝子常是被忽略的那个。也就是说，受宠的孩子自我就强，结果父母就弱了；而被忽略的那个孩子自我就弱，而父母就可以强了。原来我们就一直活在商鞅那看似无比变态的逻辑中。 But why？ 为什么非得我强你弱，或者你强我弱？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起强？我想关键是我们的整个民族一直都是婴儿水平，婴儿必须和妈妈共生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共生在一起，所以我的强就建立在你的弱上。我让你听我的，我就强；我让你听我的，就必须得把你弄得弱弱的。懂得中国式潜规则，也就是潜在的法家思想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他们在权力上就容易强。而真将儒家思想，也就是明规则奉为真理，并去身体力行的人，则成了弱民。践行儒家思想的人可能力量非常强，如岳飞，但因为不懂法家的这个道理，最终成了弱民。我们的权力体系是这个逻辑，家庭也是。儒家经典写的内容看似是仁义礼智信，但字里行间却是法家在说话。吃人，吃人。所谓吃人，首先是吃掉你的自我，吃掉你的灵魂，必要时
直接吃人，如24孝中的郭巨埋儿。所以尊重个人空间是根本的答案。共生的巨婴与圣母们需要学习尊重个人空间，不要求别人听自己的，自己也不必去听别人的。不管你是谁，多么有理，我都尊重我自己的感受，做出我自己的选择。看起来最正确的父慈子孝这句话都是在吃人的。为什么父母慈，孩子就得听父母的？君王英明，臣子就得听你的。父慈子孝这种话其实也是披着儒家外衣，其内核依然是法家。毕竟儒家经典极少论述父母该如何去修炼自己慈爱孩子的能力，而是长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去讲述孩子该如何去听父母的话。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孝就是顺，听话哲学中的生死绞杀，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青春这3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